男人瞄准空气，按下遥控开关，一辆透明跑车随即缓缓驶出。等车子悄无声息在雪地停稳，强哥立刻拉开主驾驶的肛门。然而他刚坐上车，打算溜走，一名眼神不太灵敏的外卖小哥却直接撞上跑车，被掀飞到了万米之外。光头见此一幕，顿时反应过来，急忙命令手下进行拦截。殊不知强哥已经一脚地板油开溜，气急败坏的光头直接跳进敞篷车，并通过热感应成功将强哥锁定，随后便掏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。懵逼的强哥还没反应过来，自己的跑车就被打到露出原形。强哥见状，只能加足马力夺命而逃。然而光头却凭借灵活的操控在后面死死咬住。强哥无奈只能选择先将对方解决。摆正位置后，他立刻打开车头的导弹舱，却不料光头竟也拥有同款武器。一番对轰过后，两人毫发未伤。光头见状，立刻拿出了隐藏实力。看着强哥脑袋朝下，光头兴奋不已，直接乘胜追击，再次发射飞弹。不料强哥对此早有预料，直接启动弹跳功能，将车子4轮归位。光头见此一幕，气愤不已，迅速开足马力追上强哥，随后便亮出了后备箱的终极飞弹。察觉到危险的强哥立刻启动防御火炮。一番追逐后，强哥被堵在一条死路，胜券在握的光头直接召唤出锋利宝剑，准备将强哥串起来做成烧烤。危急关头，隐身功能终于修复完毕，失去目标的光头直接撞上冰墙，紧接着便一头栽进了冰冷的湖水。强哥见状，迅速掏出手枪打断冰雕，成功将光头送上了西天。而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切，则是强哥在几天前的一次特工行动中，意外被长着头发的光头认出了身份。好在强哥早已安排了后手。趁着众人被炸懵逼之际，迅速抢到一艘气垫船，并在大门关闭前1秒成功逃出。此时军火商丧彪看着强哥逐渐逼近，立刻拿起喷火枪发起攻击。强哥见状，凌空打爆地雷，接着跳上气垫船和丧彪展开对射。不料丧彪不讲武德，再次拿出了喷火枪。危急关头，强哥一脚踩死油门，巨大的风力瞬间将丧彪吸住，紧接着下一秒。然而强哥刚侥幸逃出升天，却一头栽到了丧彪父亲的手里。但经过了108周的漫长蹂躏，老丧彪却没能得到丝毫有用的情报。强哥本以为自己已经在劫难逃，但没成想却被老丧彪用来交换人质，而互换的那个人竟是被毁容的光头。等到强哥安然回到特工总部，却直接被囚禁在了玻璃房间内。为了证明情报泄露不是因为自己，强哥便使出了刚学会的假死技能，随后趁着医护人员检查的功夫，突然抱起将几人全部放翻在地，接着趁夜色跳入湖中逃之夭夭。第二天，强哥一番休整后，成功打听到光头正在一座小岛上疗养。很快他便潜入医院内部找到了对方所在，但还没等他动手，光头却直接抱起发动了偷袭。紧接着两人便开始了激烈战斗。很快光头由于不敌落荒而逃，并迅速乘坐直升机飞上半空。等强哥匆忙赶过来时，却发现昨晚和他睡在一起的黑妹竟也在这里。原来对方也是来追捕光头的。可不等强哥仔细询问，黑妹便直接一个后仰跳入海中，随即乘坐早已准备好的快艇逃离。好在强哥之前留了一手，从光头的项链中他发现了一条隐藏信息，原来这件事竟牵扯到钻石业的巨头栓子。于是他立刻返回总部将情况汇报给了上级。而为了支持强哥的行动，上级则拿出了最新的科研成果，一辆具有无限火力的12缸隐形战车。紧接着强哥便驾驶战车来到了栓子的基地。此刻栓子集结了无数名流富商，准备向世人公布最新的科研卫星。伴随着启动开关的按下，直径上百公里的卫星瞬间亮起，将接收到的光线浓缩在一起照向地面，这样即便在夜晚也能促进植物的生长。然而强哥却断定栓子的目的不会这么单纯，于是便驾驶隐形战车悄悄跟了上去，但最终却不慎被警卫发现。好在这时小美的突然出现化解了危机，原来她也是中情局的特工，一直隐藏在栓子身边窃取情报。随后两人经过一夜交流后，强哥也得知了栓子的真实身份，原来竟是通过整容手术换了脸的丧彪，而对方造出的卫星实际上是一种毁灭性武器。意识到严重性的强哥立即展开行动，却不料老相好黑妹竟也混了进来。可就当他准备对光头下手时，却中了对方设下的陷阱，接着便被绑到了手术台上。就在大块头准备用激光将他解决时，强哥的及时出现令他躲过一劫。然而面对大块头的猛烈攻击，强哥很快便招架不住。危急关头，黑妹按下启动按钮，一束动感光波直接将大块头送去了西北。解救出黑妹后，强哥找到丧彪，但他刚准备让对方束手就擒，小美却突然把枪口转向了强哥。原来他竟是丧彪安插在中情局的卧底，之前的情报泄露就是他搞的鬼。上头的强哥直接扣下扳机，然而却没能开出子弹。原来是小美趁睡觉时偷走了手枪的弹夹。眼看自己即将饮恨西北，强哥立刻转动戒指打碎玻璃，随后趁着众人没反应过来，迅速利用绳索逃出升天。紧接着便驾驶丧彪的火箭车准备撤离。丧彪见状立刻启动卫星攻击，伴随着一股恐怖热
车狼落在地面，100米后的冰层瞬间炸裂。强哥见状只能疯狂逃窜，危急关头他将车子开下悬崖，并成功利用火箭车的减速伞安全撤离。随后为了阻止丧彪的计划，强哥便劫持了一辆雪地摩托返回基地，由此才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此时丧彪为了干掉强哥再次启动了卫星，恐怖的高温直接将冰块融成了自来水，被困在房间的黑妹直接就被淹没，很快便彻底失去了呼吸。好在危急关头强哥及时赶到，扑哧一下撞碎冰块将其解救了出来。随后两人借助人体滑翔机来到基地外围，并趁丧彪起飞前成功登上飞机。此时军方为了阻止丧彪发射了一枚核弹，但却被有所察觉的丧彪直接凌空引爆。就在他兴奋地向父亲炫耀成果时，躲在门外的强哥及时现身，两人立刻就陷入了激烈打斗。不料丧彪这货不讲武德，竟直接利用高科技将强哥电到麻痹，接着便穿上唯一的降落伞准备撤离。情急之下，强哥按下弹出开关，毫无防备的丧彪瞬间被气流拽出机舱，并在下一秒卷入引擎，当场殒命。失去控制的卫星瞬间熄火，一场惊天危机也就此解除。随后强哥和黑妹也顺利的来到了地面，从此过上了甜蜜哇塞的小生活。影片也至此结束。我是一鸣，我们下期见。